好了，大家，这是一支跨度2年多的视频啊，从2023年我想拍这个评测，一直到2025年过去大半。中间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时间剪出来。今天的视频呢，我将汇总过去2年多我乘坐全日空 The Room 商务舱的体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评测攻略。全日空商务舱我坐过老版本的商务舱，也坐过头等舱的 Suite， 但是今天最想和大家推荐的还是新版商务舱 The Room。The Room 一排呢是4个座位，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进出，而不用打扰到邻座的乘客。装修风格是木纹和织物的组合，简单安静。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座舱 The Room 座舱有4个核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电视巨大，这是一块32英寸 4K 分辨率的巨大屏幕。全日空还和宝可梦合作啊，飞机的安全宣传片都是宝可梦。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遇见宝可梦皮肤的大飞机，但是呢，我没有遇到过。这块大屏幕支持抗反光，支持中文菜单，电影资源更新非常快。这里有一个攻略提醒，有些电影有中文字幕，但有些呢没有中文字幕，所以如果是长途飞行，大家还是最好在自己的 iPad mini 上先离线一些视频啦。The Room 的降噪耳机有的时候是 BOSE， 有的时候是索尼。屏幕遥控器很像一台 PSP。它同时支持触摸屏幕很大，分辨率很高。我睡觉的时候就很喜欢关闭正前方这个大屏幕，然后在遥控器小屏幕上保留航路图。The Room 座舱的第2个特点，座椅超宽大。我坐过许多商务舱啊。The Room 是唯一横向可以坐2个人的那种宽体大沙发，沙发采用的是灰色布艺，柔软但同时又有足够的支撑。我坐其他航司，一个笔记本电脑各种塞，没地方塞，又怕掉又怕挤。The Room 的平面储物空间是我坐过的商务舱里最满意的。The Room 座舱的第3个特点，宽敞的腿部空间，这是国航商务舱的腿部空间，这是国泰的商务舱腿部空间，再对比 The Room 的腿部空间，这就非常直观了吧？当然了，和全日空的 Suite 的那个头等舱的腿部空间不能比啊，但是在商务舱里还是顶级的存在了。The Room 座舱的第4个特点啊，也就是 The Room 这个名字的来源，它拥有隔绝外界的2个隔板，你可以通过滑动和按压开关开启像 AT 立场一样的防御模式啊，这是我体验过的商务舱里唯一做到保护个人隐私空间的。它就像一个独立的房间一样，在这个房间里有大电视，有大沙发，有吃有喝，有可乐，有冰淇淋。别人开窗不会影响到你，别人开灯不会照亮你，别人从走廊来回走过不会打扰你。一个10000米高空的私人世界，感觉非常好。如果是情侣或者说家长带着孩子，你可以选择坐中间2排，中间的隔板可以降下来，两侧的隔板升上去，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双人间。10000米高空的个人隐私其实并不是我最追求的，但这一点真的成为了全日空最大的一个差异化，让人难以抗拒啊！以上呢是座舱4个核心的特点，接下来我来说一说 The Room 座舱里许多小细节。第一个小细节就是它的屏幕下方有一个小的储物夹层，你睡觉的时候把眼镜啊、耳机盒放在这里，不怕眼镜滑落，也不用担心耳机睡觉之后找不着了。第2个小细节，座舱拥有不同用途的灯，餐桌灯，半夜肚子饿了吃东西，你可以只开餐桌灯而不影响其他乘客。阅读灯有2个，支持3档亮度调节。氛围灯啊，它是在那个小桌板和电视之间的，你可以作为一个夜灯，就睡觉怕黑的时候留一个氛围灯壮胆儿。第3个小细节，左侧储物桌专门有一个抬高外沿，看到了吗？飞机起落的时候，你的手机 iPad 不会因为惯性滑落。第4个小细节，电视左侧有一个储物柜，你需要同时按下上下2个开关，这个柜门才会打开，有一点点那种双保险防误触开关那种，怕里边东西掉落的意思。第5个小细节，柜门下方它改成了一个开放式的，手机充电的时候，数据线刚好从里边穿过，而不会卡在门缝里。而且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全日空它设计的柜门和小桌子尺寸刚刚好，打开的时候啊，如果你有一杯水，它不会碰到这个水杯。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用心。第6个小细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担心自己的手机、耳机从扶手外侧这个夹缝掉到座椅下方，然后不好拾取？全日空把这些可能掉落的空间全给你堵上了。第7个小细节，飞机窗户类似于百叶窗啊，有3种不同的遮光度，你可以完全封闭，也可以保留亮度，但避免阳光直射，也可以让你完全获得一个通透的视野。在这里有一个攻略划重点啊，如果大家是从北京飞东京，或者从东京飞北京，优先记得选择左边靠窗的位置。没错，都是选择左边靠窗的位置。在这一侧，你可以看到
富士山啊。从东京飞北京的话，大概是起飞10分钟左右吧。全日空座舱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点啊，就是它支持 WiFi 上网。这里有一个攻略划重点啊，一开始我不懂啊，每次都花$20去开通一个全程 WiFi 服务，后来我才知道，预订机票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 WiFi 的兑换码发到你的邮箱或者你的全日空 App 里边，但是我经常收不到这个兑换码，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问空乘小姐姐要一张 WiFi 兑换券，刮开图层，输入兑换码就可以正常联网了。网速实测90%的时间可以保持网络服务，但是呢，在某些地区的时候会出现断网，网络好的时候甚至还能看一些在线视频。对我个人来说，长途飞行能够连接互联网是非常加分的选项啊。那么说完座舱小细节，接下来进入视频的第2个环节，吃。全日空的餐食是我吃过的最接近中餐口味，同时最用心搭配的飞机餐了。全日空的 Room 它的餐饮大概分成4个部分啊，分别是小食、日式正餐、西式正餐以及夜宵。小食呢就是上餐前的那种开胃小菜，大概有2种，最常见的是这种日式果子，其实就是大米膨化、大米花。另一种呢则是类似于切糕一样的这种坚果能量棒，它没有看着那么甜啊，更符合亚洲口味一些吧。然后我们进入正餐啊，因为我这个视频呢是从2023年就开始拍了，所以说2年多的时间里，我累积了很多顿饭啊，我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全日空的正餐它是1个月换一个品种，同一个航班往返的话呢，餐食是不同的，你可以选择日式，也可以选择西式。日式我认为就是非常接近中餐的口味了。2个小细节，一个呢就是菜单上的每道菜都会单独标注热量，方便大家做健康管理。第2个小细节，则是会在菜单上介绍菜品的主厨。说起来，大家明明知道飞机上的加热餐和餐馆里厨师刚做出来的那种带锅气的餐肯定是差距巨大的，但是你别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作者介绍，真的就可以加强乘客和菜品之间的这种联系啊。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吃过的一些日式餐点啊，这一顿来自25年6月。冷盘呢是鲜虾、鳗鱼、熏鸭、莲藕夹、鲑鱼南蛮渍。日餐里它会单独有一个叫做小钵，就是一个小碗冷菜。我这一顿吃的是魔芋和蟹柳，汤呢是味增汤，主食是烤鸡、烤胡萝卜、烤西葫芦和热饭团。烤鸡非常嫩啊，不是美国那种特别干巴的鸡胸肉。第2顿来自25年6月。冷盘呢是鱼皮寿司、鸡蛋烧，还有这种鸡丝卷之类的肉吧。主餐呢是蒸鱼、鸡蛋烧，还有一个丸子之类的，我有点记不清名字了。鱼是那种特别大块的海鱼肉，没有鱼刺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食用。第3顿来自2024年10月，冷盘变换比较多了，我就不挨个介绍了。这餐的小钵是蘑菇鱼子，主餐呢是一大块烤海鱼，另外有青笋、肉片这些配菜。第4顿2024年11月，小钵里有北极贝，我特别喜欢吃。这一顿的主餐是烤三文鱼和烤鸡。那么有观众看到这里可能会说了，全日空它的日式餐点是只有鱼肉吗？也不是。24年6月，这个就是关东煮肥牛，里边还有豆腐、青菜和魔芋丝，也很好吃。以上这些呢是日式风味，为了能给大家展示西式风味啊，我又专门点了几次西式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1顿西式风味，24年11月的煎牛肉饼加奶酪焗菜，冷盘呢是三文鱼慕斯、烤牛肉蛋黄酱。第2顿来自25年6月，煎海鲈鱼搭配鸭肉、虾仁、奶酪、面包，没有前边那个牛肉饼那么好吃啊。第3顿西式早餐来自25年6月，西式早餐就比较普通了，就是土豆、香肠、面包、蛋饼这些。总的来说，我对于日式和西式的选择啊，我觉得日式的口味它是无限接近于中餐的，而且品种丰富，餐品精巧，搭配合理，口味呢又不会重油重盐。当然了，如果你平时饭量就偏大，或者说特别饿啊，就想鸡头白脸吃一顿的话，还有备餐或者夜宵可以无限供应。我遇到最多的是一风堂拉面。我跟大家说啊，在万米高空的疲惫旅途中，吃一碗热乎乎的汤面，那种快乐可能只有东亚文化才能够感受到。全日空这个高空拉面品质很高啊，面条的口感劲道，面汤的温度呢又不会很烫啊，给你一片脆脆的海苔泡在面里去提升口感。汤底就还是一风堂那种惯例啊，有一点咸。拉面是无限供应的，只要你和空乘小姐姐说，她就会给你端来一碗。在这里，并不是每趟航班它的夜宵都是拉面啊，比如说我也遇到过咖喱饭。作为一个咖喱爱好者，咖喱的香气真的让我无法抗拒，而且咖喱饭也是全日空休息室的招牌美食。之后讲到休息室的时候，我会着重聊一聊。在这里我补充一下，2016年的上半年我在飞全日空的时候，发现一风堂拉面被替换成了恩惠的北海道浓郁葱香味增拉面啊，这个拉面里加入了大量的葱和少量的姜，有一种奇特的辛辣味道，看起来很奇怪的配搭，但是吃起来非常上头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深夜点一碗尝一尝。
吃饱喝足，我们进入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睡觉。腰枕、毯子和枕头这些都属于商务舱的标配了。The Room 不同于其他航空公司，它会额外提供一个床垫。在这里大家注意啊，床垫它是区分反正面的，就是侧面它会有一个汉字表和英文 front 啊，告诉你这面朝上。我现在呢就是把小座舱改成了封闭模式，然后开启座舱小灯，隐私性极强，安全感拉满，这就是 The Room 这个名字的意义啊。你可以像双人床一样，有独立的空间去摆放电脑、iPad。我在想，如果是妈妈带着比较小的婴儿宝宝，那旁边这个区域好像也可以给宝宝睡觉，对不对？2个人也不会觉得拥挤。那么啊，一切准备就绪，在睡觉之前，我们再去一趟洗手间尿个尿啊，不然睡不踏实。The Room 的洗手间整体和大家遇到的飞机洗手间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长途航班嘛，所以全日空准备了牙刷、牙膏、漱口水、漱口杯之类的。洗手间配备了3种不同的纸巾，分别是吸水性很强的擦手纸，更加细腻柔软的面巾纸以及厕纸。厕纸下面有个小抽屉，这里有给女生准备的卫生巾。马桶位置有2个小细节，第一个，这是一个智能清洗马桶啊，很日式企业的风格啊。第2个小细节呢，则是冲水按钮旁边特意添加了盲文，方便视障用户可以快速定位。这是一个很细心的设定。如果你在洗手间里不想使用手去推这个垃圾桶盖，下边会有一个脚踏小开关啊，算是一个小小的卫生人文关怀吧。今天视频的第4部分，来聊一聊全日空的空乘小姐姐。如果单独说空乘的话呢，我还是更喜欢国航的小姐姐啊，服务态度很好，热心友善，最重要的就是用中文交流更加顺畅。但是如果你排除国内说中文航班的话，全日空的日本小姐姐服务确实很好，热情主动。其中有一个小姐姐看到我在羽田机场买了一个伊布啊，她就特别惊喜的说卡哇伊啊，但是原词儿可能说的是 cute， 我有点记不住了。然后她跟我说她最喜欢的宝可梦也是伊布，就是那种个人存在感很强的那种沟通。另外有一次，另一个空乘小姐姐下飞机之前问我拿了好多糖，问我要不要吃一颗。我说这些我也没吃过，不知道哪个好吃啊。那个小姐姐就说，那我推荐给你这个黑砂糖口味，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妈呀，那当时一句话，我好像感觉自己在拍日剧，就是面对着一直喜欢但是不敢表白的女孩子，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然后我就吃了一个黑砂糖口味的糖啊，不是很好吃，齁的好。制服方面，我看到是有粉色樱花和蓝色樱花2种常见的制服配置啊，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层级之分，还是说单纯的根据个人喜好来进行选择。那么今天视频的最后一条攻略，我该如何购买 The Room 商务舱呢？据我了解啊，东京飞纽约和东京飞伦敦这2条航线是100%The Room 商务舱的，但是其他航线很遗憾，科学界目前也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预测啊。比如说我最常飞的北京转东京飞旧金山，它是概率 The Room， 就有时候是 The Room， 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老款的商务舱。当然我也要说啊，全日空的老款商务舱也要比我乘坐的其他航司的很多商务舱更好。但是如果你恰好遇到了 The Room， 真的是全方面超越。我的一个经验啊，是大家在直机选座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的座位朝前，有的座位朝后，那么100%就是 The Room 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在下期视频中呢，我会带大家一起评测全日空东京羽田机场的休息室，分享休息室中的各种攻略小细节，让大家感受到这些小细节的快乐。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